大家好，今天是8月11号。昨天的视频我们是在揣测比特币主力的形势，跌下来可能主力的目的就是为了昨天晚上美国的 CPI 会出现转折。那现在行情按我的预期，朋友是在问昨天给的多单$22,800又是命中了，吃肉。那下一步要怎么来应对，或者是还有没有买点，支撑位要不要抬到这一个$23,200，这个位置到底怎么来判断呢？包括昨天的揣测，其实1个小时里面的一个形态是由主力在照瓢画葫芦了，他是同一个人在操作整个盘势哦。等下来跟大家细心的探讨一下。当然这段时间以太坊给的$1640，现在也是中了，或者是 UNI 8块钱啊，是非常的巧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形 ，UNI 是不是日线？昨天又打了2次接近8块钱，你现在有利润的情况下就继续给我报，或者是这个形态要怎么来判断？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在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也可以与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必要 OK 返佣永久20%。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现在价格是在$24,150附近啊，这个位置有一点类似一个矩形，也不要忘了，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个形态，一根大长 K， 第二根 K 线有可能只是整理的 K 线，一根大长 K， 这一根 K 线还是在整理。反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尽量还是一样，既然是整个均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60MA， 今天开始是去掉这一根，明天要去掉这一根，后天只剩2天了，2天的这一个，只要价格还是稳在这个上方，这一个主力的生命线，它会形成一个上翘的动作，然后再配合我们用这个来观察吧，再配合这一个红色的我们散户的生命线跟主力的生命线，如果是在金叉的结构，未来的行情会怎么走？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种大金叉的结构啊，在今年的3月份有过一波，当时我们炒作山寨币，炒作1倍币，就是在这个位置啊。那更早的呢没有啊，年初的时候都没有啊。从这一个 69K 的高位下来，在去年的11月份这边开始正式实叉，所以只有出过2次。那我的观点不变啊，既然趋势是在上升的结构，你不要去做空啊，我都不敢给空单的建议，也不知道很多朋友到底是利用什么分析方法在这边判断要去做空比特币啊。价格跟 69K 的高点跟现在的24000来比，它还是在相对区间的低位，你做空的话有这么大的空间吗？给你10000点的一个空间，我感觉不舒服啊。10000点不一定值得我们去赚，我们要赚的是未来有没有10万的比特币，要赚几万的这种利润啊，是这样子啊。反正你去观察一下吧，这2条线是在，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这一条绿色的，只要是在金叉的结构，尽量不要去做空，风险是很大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波去年的7月份上涨的时候，红色的线跟这一条绿色的线，它是金叉的结构，有没有这种大行情？就是这样子啊。现在有可能是上面如果上去的话，你要去观察一下，万一是挑战了这个高位，短期会不会有指标的背离？也不一定哦。现在是有量，我们可以看一下，既然是有量的情况下，量可能会比价先行，它先出量，有可能价格后面会跟上啊。就是量比价先行，你有没有听过一些老者的一些观点？量比价先行，或者是书籍上有看到的一些知识，这些应该都懂吧？量比价先行啊，只要有量的底部，有可能未来的话方向就是继续往上去看。反正我们在底部抄底的筹码继续给我报。那短线上刚刚要探讨的一个位置，1个小时里面确实有人在照瓢画葫芦啊，就是有主力在里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昨天这一个下跌的位置，就这一个整理啊，整理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讲过，这一根 K 线估计就是有人已经在护盘了，因为它的量能明显是盖过前面这几根下跌的一个量，比前面都要大。当然虽然后面是再破了一次，那这一个位置的一个图形跟前面的一个形态是不是非常的像？当时有没有跟大家讲过，都是主力知道消息，早就可能提前都已经知道消息，他在这边做线啊。这个位置是不是也是一样？这是哪一天啊？就7月25号、26号的这个低点，当时是不是美国再次加息？前面也是一个整理区，然后本来是要拉升，下方是有量盖过前面的这些量的，
盖过去这个整理区间，然后再挖了一个坑。当时在这个低位的时候，有没有跟大家判断过？美国加息，美国要再加息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全市场都知道，全市场散户都知道。那散户知道的利空就不是利空啊，后面这样子来上去。所以这一次是非常的巧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在这个破位的时候，指标有没有明显的背离啊？在这个位置有一次背离啊，再破，它是从这个位置破完又再破，挖了几次坑。那这一次呢，是不是也是很巧妙？也是一个整理区，整理区在破，指标也是在背离，所以这个 22.8K 有买中的筹码，现在位置的形态跟前面的这个位置有可能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就这样子来观察吧，拉长一点来观察。当时不是这边一个整理区，这边一个整理区，这边破位，这边破位，就是同一个主力早就已经知道消息了，有可能就是美国的主力是不是美国的财团？然后这边挖了一个坑，在这边，反正当时是跟大家讲，你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做多，拉上去的话，现在位置不是拉上去，可能跟这个位置的形态是一样，它是大致是把这个高点给过了嘛，这个高点给过，拉到这个位置。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这边开始会震荡，就是现在是在震荡。震荡，那你去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可能再把这个高点给挑战？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上去在这里的时候，到时候可不能再追了。就是日线级别天天在跟大家讲的。如果是过了这个高点，到时候不要追特别是这一波的目标，我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计算过，有可能是在 25K 或者是 26K 左右是江恩的一个目标位，看能不能先挑战了这个位置，再震荡，再上下震荡，尽量我们还是以区间来对待，它有可能是会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去上。另外其他的品种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以太坊，当然我个人的配置是以太坊相对要多一点油恩也是相对比较少。我的观点是，反正整波形态就类似一个通道一直在往上升现在是好的一点，前面是担心有一点量价背离就是它量能跟不上，但是昨天这一根 K 线量能又出来呢，短期我们观察一下，还是一样，就不要追了，已经来到这个区间，你不然再去观察一下4个小时，刚刚给的一个位置是在1740附近就是它4个小时把这个高点跟前面的这几个高位区都给突破了，所以短期的一个支撑，你要再做买入，或者是有一些爆波段的朋友，你尽量去观察一下1740是短线很重要的一个防守区包括油恩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是这样子我估计这个位置上去不一定是在突破，你尽量观察，它有可能还是在这个矩形里面震荡，那短线做一些高抛低吸，那4个小时可以这样子来观察，刚刚给的 8.7， 就是这边不是有一个区间嘛，我们尽量以这个区间的下沿来做一个支撑，因为它现在感觉是要突破还是没有突破，我最担心就是它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万一是上去会不会放陷阱，所以给的区间支撑就是在这一个，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